大家好，我是议员。万国觉醒已经5周年了，刚好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官方频道就发布了一个影片，回顾了过去的5年发生过什么事情。那国服的玩家应该是看不到，因为我们的时间有差距，再加上那个影片是英文的，所以我这边可能跟大家解说一下那个影片里面讲了什么事情。在2018年的时候正式发布了万国觉醒，是当时候第一个可以即时战略的游戏，也是第一个游戏可以把这个开放世界的地图缩小放大的。每个不同的文明都有特殊的兵种，还有不同的争议。当你们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们是已经拥有了14个文明，还有超过50位以上的统帅。但是时间回去2018年，当时候只有8个文明而已。是的，以前的玩家真的只有8个文明而已，后面那些文明全部都是没有的，并且那时候是完全没有 KVK 的。我们大多数的战斗都是内战，都是在抢着失落的神庙啊，在抢着谁要做国王而已。并且那时候没有任何的副本活动，什么赛罗利的危机啊、埃及之战啊，这些全部都没有的。所以国际服比较起其他的伺服器，比方说国服、韩服、日服，在早期国际服是真的很难受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坚挺着过来是真的很不容易，并且也是因为那时候统帅太少的关系啊，也没有像你们看到这么多代。我们以前的统帅甚至连花木兰都没有的。当时候打仗的场面真的没有像现在这么夸张。就这样，我们进入了2019年。在2019年1月，官方就推出了3个新的文明，还有5位新的统帅。是的，你们没有看错，当时候的统帅真的是一次性全部推出的。现在统帅更新是用迭代的方式来更新的，所以相对起来，现在的玩家讲真的是比较好了。你们要想一下，当初我们是要在这5个统帅里面选择自己想要练的统帅去培养。并且我已经说过了，以前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副本活动，我们要获得金头只能靠充值、转轮盘、抢 MG 获得金头而已，没有埃及之战。这就形成了为什么当初的玩家都是选择卡金头，老玩家做出了这个卡金头的体系出来。还有为什么玩家要选择兵种去培养，因为你要一次性去培养这些统帅，成本太高了，你没有办法同时间培养这么多统帅。接着在3月的时候，从文明觉醒变成万国觉醒啊！各位听到这里应该是觉得很懵逼，万国觉醒为什么叫文明觉醒？这件事情只有少数的老玩家知道而已。以前万国觉醒真的不是叫万国觉醒，而是叫文明觉醒。这些都是老屁股的回忆啦。但是官方这个影片并没有提到他们改了天赋系统。以前我们的天赋系统是长这个样子的，是不是看到有点惊讶？而且以前的天赋系统是真的很烂，基本上每一个统帅都差不多用回同样的天赋系统。也因为这个天赋系统的设计啊，有一些路线你要点到的话，必须要经过一些你没有必要点的路线，所以当时候这个天赋系统是真的烂到不能再烂了。并且以前我们操控部队虽然说是自由行军，但是不能选择你想要去的地点，你必须要点那个支援点或者是野蛮人才可以走过去那个方向，并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拉去特定的地点站着。直到2019年8月的时候，官方才推出了埃及之战，我们也终于有副本活动可以打了，并不是只是打仗而已。在10月的时候，有一个很高战力的玩家被清零了，我记得当时候是无间断的开3个集结去集结他的城市，还有很多玩家去围殴他的城市。这个玩家被清零的影片呢，也是这个外国主播的点击率最高峰，125万的观看。有兴趣看报告的观众，你们可以自己暂停。而且他那时候不是用正确的统帅驻防，再加上那时候只有第2代统帅而已。当时候报告是真的很难看，即使他有3-4亿战力左右，一直不断的开集结，他这个城市直接被清零了。到了2020年，我们的老朋友巴巴出现了，他成为了伺服器第一个拥有10亿战力的玩家。在同一年10月出了第一个征服赛季剧本《英雄战歌》，这个就是当时候的图片。那你们可以看到光影交织跟木马计呢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以我们目前的剧本看来，官方似乎是放弃了这2个剧本，取而代之的光影交织就变成尼罗河之王。那木马计官方原本的意图是什么我还不清楚，不过我觉得有很大可能就是沙场点兵。官方也是随之陆续推出了新的统帅，关羽、斯巴达王、迪奥多拉、阿尔特米、拉美西斯2世。2021年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官方还是陆续推出了新的文明，而且也是推出了2个新的维京统帅。但是万国觉醒也是第一次做了前瞻影片。到了6月，官方推出这个奥林匹亚之巅。讲真的，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回忆来的我不是很想要提这个东西虽然万国觉醒有试着去开发一些新的内容给我们，但是我觉得这个奥林匹亚之巅真的不是很好玩。到了2022年的3月，出现了万国觉醒第一个最长的报告，
这份报告是打了差不多5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都很期待这份报告出来的效果会变成怎样，但是这份报告是没有办法点开的。不过这个记录在未来还是被打破了。我这里还有一份8个小时20分的报告，这是主要的集结跟住房，中间还有开了不少的集结。那么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发生在2022年啊，那官方为什么没有报道这件事情我就不清楚。当时候也是出现了新的埃及文明，到了2023年，官方第一个讲的居然就是960跟365的那一场 KVK， 它是重点去注明这一场 KVK， 因为这一场 KVK 呢算是全球最关注的 KVK， 不管你是来自哪个地区、哪个王国、哪个种族的玩家都在关注这一场 KVK， 也因为这一场的 KVK 外交讨论的沸沸扬扬，在讨论区那边呢也是讨论的很热烈，是可以直接把这一场 KVK 记录去实测了。这一场 KVK 也是960的第10场连胜 KVK， 是非常意义重大的里程碑。在3月4月左右的时候又推出了新的地图奥尔良之围，官方也是尝试了不同的游戏玩法、助阵技能，并且他们在洛杉矶也是举办了线下见面会，也是第一次在欧美地区举办线下见面会。官方影片的后面全部都是一段废话，都是讲感谢玩家什么什么blah blah blah，那个我就不要讲那么多了。接下来就是我想要讲的东西。其实我看了官方这个影片之后，回去看一下我自己的账号，我才发现到我的账号其实也是真的5周年了。我发布这个影片的时间会在9月22号，是真的过了5年，已经进入了第6年。那么在这5年的时间里面，是真的非常感谢观众，虽然我的观看还有粉丝的数量是真的没有这么庞大啦，但是感谢各位一直不断的包容我，就算我不是这么的专业，也不是靠颜值，声音也不好听，甚至做的影片你们都不想看，但是依然还是会看我的影片，就算已经弃坑的观众还是会持续看下去。虽然今年的10大创作者我都没有入围，不过我还是会坚持去做影片啦，因为在国际服中文系的创作者呢是真的越来越少了，讲真的，从以前做到现在的可能只剩下我一个人而已，其他的华人主播已经弃坑了，或者是更新的频率没有像以前这么多，比起以前现在的创作者也是少了很多。那也因为这个游戏太久的关系，中间也出了让人很失望的一些更新，而导致到不少的玩家弃坑了。那创作者也是要找饭吃的，当你的观看率越来越低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以这个工作来作为你的经济来源，最终只能选择放弃当创作者，或者更新的频率越来越少。所以我能够持续更新5年了，在这5年里面都是很高频率的更新，都是因为你们一直不断的支持我去创作更多新的影片，我也试着努力去慢慢提升我的影片质量。那当年我入坑的时候，因为一些生理上的疾病而让我没有办法工作，甚至我的情绪很难控制，时常会让我去想一些没有必要想的东西。但也因为这个游戏打仗的关系啊，没日没夜的打，再加上跟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聊天之后，让我的心情越来越好，而走出了这段比较难过的日子。这些事情相信你是老观众的话应该都知道啦，所以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没有弃坑，还在陪着这些老观众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你们，是这个游戏，是我的队友拯救了我，所以我才不想这么轻易去放弃这个游戏。对这个游戏做出批评，也是因为我在乎这个游戏，希望这个游戏越变越好。不过议员还只是议员一个人而已啊，全部工作都是由我一个人来做的，比较起一些比较多团队的创作者来说，我是显得比较烂一点啊。我也不是官方主播，没有后台资源资金可以帮助到我去创作更多更好的内容，所以我尽量能做到什么就去做什么。最后再次感谢一路以来一直陪伴我的观众，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有我的存在，希望未来的5年我依然还在。那么一如既往的，我们下个影片再见。